嗨，大家欢迎收看《玩物丧志好朋友超人少年》。我每一2季呢，就会精选出一些，就是我可能有买，或者是呢我在市场上观察到一些很屌很酷的东西，然后我们都会把它拍成我们的玩物丧志系列。而我们最近发现，这个玩物丧志的系列真的是越拍越广，而且越拍越有趣了。影片记得看到最后，因为到后面都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价钱，跟有一些我们直接找到的代理商，他给我们专属会员的会员折扣。所以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不只可以支持我们频道之外，你还可以省到非常多你的玩物丧志的经费哦。那马上就来进行第一个 Entity。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在瑞士拍摄的影片？当中呢，我们曾经有剪出一支小影片，我拿出了一个吸带型的显微镜，然后放在一个螺丝上面，就可以看到很多那个螺丝非常细腻的细节，就是这个东西 Entity 吸带式显微镜。在我们的长影片跟短影片呢，它其实有很多支都已经超过几百万的流量。下面呢有2个最有趣的问题是：哇，这个螺丝好小，是怎么加工的？好酷哦！第2个最多人讲的是这个显微镜去哪里买的？玩物丧志。其实这个显微镜呢，是我们之前拍日本系列的时候，大家知道德茂的一个立赏，就常常你在跟首播的时候，会在下面送大家会员的那个汤姆先生。说不定我们现在拍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又在下面送会员了。所以记得跟着首播，你可能会得到免费的会员，你就会获得就是免费的折扣嘛。那个时候是汤姆大哥，他就送了我这个，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拍片会用到，它很好用。它呢有几个功能，一个是自带光，前面有一个光线，然后呢它有3段的放大，7倍、12倍跟19倍，多夸张！给大家看，你看这个小朋友，他的眼神如此的迷茫，这还不是最大的哦，这才7倍而已，好，12倍、19倍。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眼神是有瞳孔的？然后我告诉你一个台湾有9999个人不知道的东西。你看这是有地质对不对？这个有花对不对？花的上面有个3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花的上面有3000块？这而已，看不到对不对？3000块啊，然后看到，有没有看到1000、2000、3000？然后其实我跟你讲，其实你拿这个机器看各种印刷品，你都可以看到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你们看到这个小小闪光，因为这个是我把它切到 UV 灯，钞票上面你用 UV 照下去，你会发现有东西藏在里面。然后有些人他可以方便的话，他可以用 UV 灯，然后来看你的工件做出来之后，比如说有没有裂纹啊，然后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表面的损伤啊，它其实这个是 UV 灯的做法。但是这个玩物丧志的东西，其实不仅仅是工业人可以使用，小朋友们，你们家里有一台这个，你可以完全观察到另外一个世界哦。PS5 手把，你知道它的手把后面啊，为了让你就是玩东西的时候很激烈的都可以防滑，它其实后面是有做防滑颗粒的。但是你知道这个防滑颗粒在显微镜下看起来是什么吗？酷吧 ？PS5 的符号，三角形、叉叉、圈圈、正方形，放大，再放大，全机都是吗？就整个后面防滑全部都是啊。由此可知，他们当时的模具开得多细腻啊！这应该是我很多玩 PS5 的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吧？细腻。然后在我们上次拍那个短片之后，你知道就笑有人跑去买。然后就有网友私讯我说：“为什么我的不会放大？为什么我看起来没有你的这么小？”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买到仿的。你知道这个其实是个日本品牌，那当然它上面是 Made in China， 但它其实是个日本公司。然后呢，它其实有第1代、第2代跟第3代。第1代的模具被偷出去，再被仿冒，然后长得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它不会放大。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件事情呢？因为我那天就 gay 啊，想要帮他问一下说，为什么是机型不一样嘛？这样，然后才发现其实台湾是有总代理的，台湾有一间总代理叫做松月贸易有限公司。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曾经在日本，然后用了这台机器，然后拍的东西很酷啊，然后我们想要介绍这个，他就非常热心跟我们说，如果是我们频道的观众，然后是因为这支影片，然后去跟他买的话，他直接保固变1年，6个月再送6个月。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开启很多人对于这个工业知识的想象。我极度推荐大家买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拿来看手表啊，然后看真假啊，因为真假的手表它上面的印刷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你现在肉眼，你顶多就是看到这是一只手表，你拉近一点看，你可能顶多看到它就是一个陀飞轮的手表。但是你看哦，你把它拉近看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整个陀飞轮在你手中这个震动感，这只是7倍而已哦。你看再往下放。你不只可以看到红宝石，你还能够看到后面在动的是游丝。你看这个拉开，你还可以看到这个游丝上面的摆动感。所以你用这种显微镜，你会看到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然后喜欢的话，把它拍照拍起来，拍照，把它照起来。其实当然对我们工业的人好处就是它可以拿来做质检，就是 QC， 然后你可能方便看真假，或者是你可以看它的印刷品质，你可以看它的细腻细节，然后是一般你肉眼看不到啊，或者是我们都要拿到工业放大镜下面去看。所以我跟你讲，我有这一台之后，我再遇到秦老板不一样了。你确定？
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人家跟我讲个什么，我就会去想，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样判断出这个玉、这个翡翠来自于哪里，然后什么什么，哎，他会跟我讲什么东西的包裹什么的。然后你看这块玉，小时候啊，我妈好像因为就纹不好养，所以就是那个三太子，她很久很久以前买的玉，有没有看到各种矿物质在里面？把它放大。我跟你讲，这支影片拍完之后啊，你会看到那个古玉什么二手市场了吗？一堆人人手一台啊，那很小啊，很小啊，就很好带啊，对啊。而且我那天一照才发现，原来后面有裂痕。你有没有看到这条裂痕？你看到对不对？你完全看不出来。你看这台机器可以拯救多少婆婆妈妈被骗钱？然后是因为我们这个机器其实在日本买的，然后我们是因为拍了瑞士这个影片，然后很多人问，然后我们制作人才去联络代理商。然后他说在台湾买的话，然后你可以加购就是内视镜，就是如果有一些水电朋友，你就要看管内啊，你要方便一根这样子看，这个只有台湾代理商有。然后台湾代理商会有一个它的那个保护贴，像我这个就是裸机。而我们自己试了1年之后，发现这是一个帅东西，而且可以开启就是你对于观察事物的很多不一样的视野，就是极为推荐，玩物丧志好工具。第一个就很屌了，我跟你讲，第二个更帅，外骨骼。我这样走会很奇怪吗？你知道我这样唱歌打数，我可能可以唱个6个小时，我都没问题。这应该是你自己在走吧？我有开助力，我现在我的助力强度大概是55%，我来开到100%，可以看。现在是分不太出来你是在自己真的吗？还是看不出来？其实那你不走会怎样？真的，就是我一走，它会启动另外一只脚。没有，现在有感觉到我的速度感。我这其实在国外网站上面看到的，它叫 HyperSure X， 它其实是一个量产的外骨骼健行用的助行器，它应该算是一个户外辅助装置。我一开始的时候很看，我就是看到那个他们国外的网站上面，然后有一个人就是穿着这个东西，然后在户外健行，然后他呢就是会负重嘛，因为户外健行负重的时候，其实你的脚就会很吃力。然后呢，它就是一个量产而且不贵的外骨骼，它的感觉像是我在抬一只脚的时候，放下的时候，你看它这只脚会往上推，看到这样子，有没有看到这个瞬间？有看到这个瞬间？有没有？有这样有。身为工业男子的我，就想说，那我如果用在工地，是不是我的工班每个都变超强？就是每个人都负重很重啊。我们之前不是有拍那个工人不能搭电梯嘛？那你如果真的遇到没电梯怎么办？你知道一样把很多工具搬上去，你就这个时候，你看我现在开的是自动感应识别，它可以感应说我现在到底是在行走、跑步、下坡、上坡、上台阶，还是碎石路，还是登山，还是奔跑。如果我是把自动识别这个关掉的话，上台阶你就可以负重，然后把辅助强度开到99%，你的大腿变超壮，这样。你现在一直觉得我在踏步对不对？但是其实基本上我只出了10%的力量，剩下全部都是它抬起来的。它的官方有一个官方的宣传数据，就是穿完这个之后，你的体力消耗会降低30%，你腿部的力量呢能够增加40%，是不是听起来完全就是为了工业而设计？但是我试穿了几天之后，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在工程跟工地里面很多工作，它需要这样，它需要这样，它需要这样。但是你知道，在这么多动作下，它没办法一下就马上判定帮你辅助哪一个动力，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优势就是，你拿着重物要搬上楼梯连续动作的时候，一直移动啊，一直上楼啊，或者是一直往一个方向一直前进啊，在这件事情上会超级省力。而且它买的时候，它原机就有附2颗电池，然后它旁边跟你身体接触的地方，我觉得它已经是做到跟运动用品相关护件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整个身体穿起来其实是蛮透气的。不会让你感觉很像是那种一个机械绑在你身上，它就很像是一个运动休闲器材，然后跟你身上结合在一起。另外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常常想要拍户外走很远、负重、拍长途跋涉的登山啊，或者是骑脚踏车，它骑脚踏车它也可以帮你辅助。我跟你讲，我穿这个去跑三铁，说不定可以跑赢嘟嘟妹哦。你看我在讲不敢，这都是它在动，看起来就很强。但续航力真的还好，因为它的续航力跟你的辅助强度是有关系的嘛。它很重啊。我觉得这个重量上，老实说，我觉得有点感觉，你会觉得有东西在身上，不会是那种像我们什么筋膜枪什么放到身上你没发现，或东西会忘记的那种重量。但是我觉得我不太准，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能负重的人，所以我觉得一般人穿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会有点重量，但是你交换的就是它能够帮助你这个。你知道我那时候买回来第一件事情最看的就是把强度开到100%。我想说，因为我最近有在打泰拳，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穿这个，然后我把它开到100%，看极限战斗，然后就这样子踢，完全没有动。因为它只是上台，它不能侧台。不是，上台这样，他只会帮我放下来说让我加快而已。
就是它在于重复性的动作，它会帮助你辅助，但是瞬间这种新的动作的时候，它没办法判定，但是你回来的时候，它可以帮你拉回来。所以国军弟兄，你有没有想过，一人一套，穿着去打仗，500公尺障碍赛，每个人都是猛的跟鬼一样。但总归来说，因为其实外骨骼，我们曾经有想要拍很多系列，但是因为有很多系列他们还没发布，或者是他们的商业机密，然后我们商讨很久都没办法拍。那这个是我觉得现在量产上全世界很容易买得到的，就是外骨骼系统。如果你是运动或者是健身，我个人不推荐。但是如果你是户外旅行啊，要背着小婴儿出外面玩啊，或者是你要扛着很多重物到山上露营啊，然后或者是你喜欢健行，像我们去爬少女峰，少女峰其实那时候我们只走了一个路线，如果你想一天把全部路线走完，那就穿这个你就会变很猛。然后它寄过来的箱子也蛮帅的，如果你想要知道去哪边买的话，就是我有找到一个网站，我有网址，你可以在一个地方买，但是你要记得，因为它是从国外进到台湾的包裹。所以我会建议你最好有一点这种买国外东西的经验，或者是你要办那个台湾所有报关系统的 ED 位的这个东西，你才不会到时候收不到包裹，或者是那个 FedEx 会狂打电话给你。如果你要买一台玩玩看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有趣、好玩、体感很酷的东西。其实可以很快，你有觉得？还是就我自己觉得很快？会觉得都是你自己在动。真的吗？我会不会拍一个很像假的？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开电，还有开电啊？没有，你穿穿看，感觉一下那个 feel，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你真的试试看，不要让大家觉得我像白痴一样。好，踏步往上踏，对不对？很酷哦，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控制的哦。你要让它帮助你的动力。哦 ，OK， 好。其实你要有点体验它的感受，它的那个节奏感。对不对？感觉很快，对不对？感觉好像可以跑超久，对不对？这画面看起来蛮智障的吧？为什么？我刚刚有这么智障吗？下一个 ，Massage Joy Pro 智慧按摩椅，玩物丧志里面，我其实也很犹豫这个东西要放进来。当时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讲30天可以退货。所以啊，我这个身为一个就是很喜欢尝试新鲜东西、新鲜玩意儿去评论它的人，就是想说，反正大不了。30天后我不喜欢就把它退了嘛。现在超过30天了吗？超过了，已经超过很久了，就表示我觉得它留下来非常有价值。我觉得我跟制作人在定出这个主题的时候，玩物丧志里面有包含就是新奇有趣，然后另外就是高 CP 值，值得购买。就是我买完之后，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不错，可以推荐给大家。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热爱按摩的人，我每个礼拜一定按摩。然后我以前也买过那种就是超大型，有没有整个手脚，然后都插在身体里面，然后这样子按的那种。但是你知道，其实那个对于很多小家庭的人，那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障碍物，就是摆在你家里面，然后最后就放很多衣服在上面。没错，对不对？就是我曾经有这种经验嘛。然后有的时候这么大的东西，有的时候你要么就是把它买到很顶，不然就是它会依照每个人的身形嘛，然后怎么按嘛，对不对？但是你到底能不能按到你真的很酸的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运气。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在玩物丧志里面最值得推荐的是，它打破了按摩椅的想象，它就是一个板子，而且很轻哦，才妈像是猫的重量，这边6公斤。然后你看它这副是什么东西，你还以为是 Switch 摇杆。我跟你讲，把一个游戏手把把它想说放到按摩椅上面的人很少，还去申请专利。它的好处就是这样子，你看像我往下控，然后我的背后那个点就很像是你在打游戏一样，来到这个位置来，按它右边一点，按它左边一点。然后它每一个控制的位置非常的细腻，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就1公分，所以基本上就是整个背部你几乎都可以按到了。然后你如果这个时候想要按脚怎么办？我跟你讲，你就随便找个可以平躺它的地方，然后坐下去按脚，然后你就想说一个洗衣板，它在上面可以调宽，可以调窄。然后可以在一个定点上，你可以挤，你可以揉，你可以推，你可以按，然后或者是可以加温，或者是你这个点特别酸痛，然后你就可以在这点上一直疯狂打，一直疯狂打那个点。有没有很适合接在户外休闲辅具下面一个脚酸了之后，你就回来先家里面按摩。你如果觉得嫌弃说它放在你的这个椅子上麻烦，你就折起来收到衣柜里面，是不是突破了既有的工业想象？你看你以前按摩椅，你就会觉得说我要很大一台，然后很豪华，然后什么。结果你放一个这么大一台，然后我的手的这个地方，我想要按，然后按不到。最后你还是要找太极店，还是要去花钱买1个小时1000块、2000块的那种。然后你看哦，你不要看它这样子窄窄的，它其实能够按到旁边这么宽的地方。就基本上我是一个175公分一个台湾男性的身宽，我的肩可能又比一般人再更宽了一点，算是都能够碰到的。重点是30天你不喜欢，你就拿去退货啊。我觉得现在大家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但是你敢放这么久的时间让人家去退，也表示他对自己的东西很有信心。然后你除了遥控很直觉的，就是像我妈妈她自己都可以用，很简单，
长辈都可以操作。啊，你如果要用手机 APP 的模式的话，它也有，就是你一样可以自动啊，或者是有不同样的模式啊。而且男生之外，它 APP 模式还有女性专属经络放松，还有什么经络排毒。你看现在这个行业多竞争啊！玩物丧志，你按个5次外面按摩，你就可以买这台了。可以按好几年。那如果按贵一点的那种按摩，翻过身里面还可以帮你特别服务的，按2、3次就这一台了。念头来了，赶快转。接下来就这一集玩物丧志的最后一个，跟它其实很有相关哦，就是这个罗技 G923排档拨片双离合器踏板 ，Two Force 直驱扭力。你知道在前阵子啊，就是我去当了那个罗技的这个赛车 G923的一个活动大使。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是为了练赛车，所以就在家里面装了这一台这个。你知道以前啊，我们都喜欢去那种汤姆熊啊，或者是去一些电动玩具店投钱哦，一次好像40-50块、20块，然后去玩那个赛车游戏。然后是因为就是里面有那个什么赛车的方向盘，然后可以玩嘛。我跟你讲，现在这个做的之好啊。然后它现在的方向盘做到那个回馈的反馈感非常棒，而且你车子在每次转动的时候，它不是只有就是假装这样子转，它是里面会有给你居力的。然后像以前我们拍片的时候，我们有去一些赛道上面的 P 站嘛，你在 P 站里面哦，其实有几个车队，它其实里面用的就是罗技的赛车模拟器跟罗技的全部的系统。你不要以为那个赛车就是跑那种不管是耐力赛啊还是 F1 啊，然后为什么会有罗技的车子，比如说在迈拉伦车队里面，或者是在不同的车队里面，它其实要的都是很多是赛道上面的数据回馈。然后这些数据回馈啊，它把它下放游戏里面的时候，然后就变得超级棒。然后其实我就是因为那次有一次活动，然后我去当了一个他们的赛车大使。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开的分数差点进到台湾前10名哦，因为那天的比赛活动啊，它的全台湾的第1名，你是可以免费到英国迈阿伦的整个车场去参观的。那你知道最后拿第1名的人是谁？一个没有汽车驾照的学生。但是我那天比赛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你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很喜欢赛车、很喜欢车队，然后穿的很多车队衣服、车队的帽子啊，真的就是很认真在练。然后因为现在的不管是 PS 啊还是 PC 的电玩系统里面，罗技这台都可以去接，然后同时附椅子，在这个椅子上，我跟副总度过了多少快乐时光。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家里还是公司啊，你放了一个这个东西，完全生活体感会完全不太一样，而且你还可以让没驾照的人去练习开车，会比较安全。而且我跟你讲，它这个是可以调角度的。你知道真正 F1 在玩的时候，它是很推的，它整个人推在下面的。像 PS 跟 PC 的游戏里面，像跑车浪漫旅，它里面就是你也可以开休旅车，你也可以开房车，你就可以把它立高一点。最后有一天真的被你太太发现了，你不想玩了，你要把它收起来，它其实就可以这样折起来，然后把它塞到你的一个柜子下面，然后把它塞进去。然后你如果真的想要玩看看，你又怕买了之后会买到雷，你可以先到全台湾的罗技，它都可以先试玩。然后玩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个绝对是玩物丧志里面游戏中的翘楚，这已经是你最后购买最棒的理由了。你不是为了自己买的，你是为了家庭和乐，你是为了亲子时光，你是为了100年难得一见的最低会员团购。然后你如果真的觉得在家里面电视这样玩太嚣张的话，你就可以躲到房间里面玩。现在的人生活都不容易，所以东西能不能收纳，或者是同一个空间能不能有不同样的模式生活，其实是一个现代人很重要的感受。玩物丧志之外，同时你要兼顾家庭和乐，这个才是我们这个频道里面最重要的精髓。好的，以上就是本季的玩物丧志好朋友，就是我们最近玩到的东西跟买到的东西，就是觉得非常值得推荐你。认真工作之外，其实要好好的记得享受你的人生跟生活。那你觉得如果最近有什么你自己也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玩物丧志的东西，或者是你极为推荐的玩乐商品或小东西的话，你都欢迎你在留言的下面告诉我们，一起当玩乐丧志的好伙伴。这是这礼拜的超认真，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各位超认真频道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本月我们的超认真的好事多呢所提供的商品有这些。